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孟加拉国，移动银行服务的普及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居民进入正规的金融系统。然而，2018年，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出现了：网络诈骗。一位名叫阿米尔的农民初次使用移动银行转账时，不慎点击了一个假冒的支付链接，结果不仅损失了他辛苦赚来的钱，还陷入了债务。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促使政府和金融机构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和网络安全的投入。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网络安全知识是必须的。Observation 2. 瑞典作为最早逐步进入无现金社会的国家之一，其金融科技发展引领全球。然而，这种快速的转变也带来了问题。2019年，一位老年女性因不熟悉数字支付而在超市结账时遭遇尴尬，她的信用卡因为密码错误多次被锁定。这一事件反映出技术发展与社会各阶层适应速度之间的不匹配。对于普通人而言，学习和适应新的支付技术变得尤为重要。同时，社会也应提供更多支持，帮助各年龄层适应这一变化。Observation 3. 由于经济危机和货币贬值，委内瑞拉的市民转向加密货币以保值和进行交易。但这一转变并非没有风险。2020年，一名年轻的程序员卡洛斯投资了大量的比特币，但由于市场的剧烈波动，他的投资很快蒸发了一大部分。这一经历让他意识到，虽然加密货币提供了逃避传统金融系统的途径，但其高波动性和缺乏监管亦带来了不小的风险。这教训提醒普通人在涉足新兴的金融科技时，需要谨慎考虑风险与回报。Observation 4. 在印度，一个关于金融科技的严重问题是关于在线贷款应用的诈骗。2021年，许多消费者报告称，他们受到某些贷款应用的欺诈。这些应用承诺快速贷款批准，但实际上卷入了高额的隐藏费用和利率。一位名叫拉维的小企业主，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向这类应用申请了贷款。不久，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债务循环中，难以摆脱。这一事件提醒消费者，在使用金融科技产品时，必须仔细检查服务提供者的信誉，避免冲动决策，增强风险意识。Observation 5. 南非近年来金融科技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身份盗窃事件。2019年，一位名叫索菲亚的女士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清空，经调查，她的个人信息被盗用来开设另一个在线银行账户。这一事件暴露了金融科技在保护用户信息上的漏洞。对于普通人来说，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定期检查账户活动，使用复杂的密码和2因素认证成为避免身份盗窃的关键措施。Observation 6. 日本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数字钱包使用广泛。然而，这也带来了问题，尤其是在老年人中。2020年，在东京，一位老年妇女由于不熟悉操作，误将大量资金转至一个骗子的账户。这一事件引起了对于金融科技普及与用户教育之间差距的关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和企业加强了对老年人的金融科技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安全地使用这些新技术。对于普通人而言，了解和学习新金融技术的操作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群体。
Observation 7. 在英国，开放银行系统的推行旨在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金融服务市场。然而，这一变革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的担忧。一位名叫艾玛的消费者曾因为银行数据共享而感到忧虑，担心个人信息的泄露。但他很快发现，通过使用第三方支付应用，他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而且这些应用往往提供比传统银行更优惠的利率和费用。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和利用开放银行提供的新服务，可以帮助他们更高效地管理财务，并享受更低成本的金融产品。Observation 8. 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但这一趋势也引起了一些问题，例如个人隐私泄露和消费者过度依赖电子支付。一位名叫李华的中小企业主发现，虽然移动支付带来了便利，但也使他的生意过度依赖单一支付平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华开始探索更多的支付渠道，提高了业务的抗风险能力。对于普通人来说，认识到技术依赖的风险并寻求多样化的支付和投资渠道，是适应快速变化的金融环境的关键。Observation 9. 巴西的金融科技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但这也带来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新企业的生存挑战。一位年轻创业者卡洛斯利用这一趋势创立了一家小型金融科技公司，专注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微贷服务。通过这种创新，他不仅帮助了许多人改善了生活条件，还为自己的企业找到了独特的市场定位。对于普通人而言，挖掘金融科技带来的新机会，特别是在服务未充分满足的市场领域，可以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收获。View.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金融科技 FinTech 已经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想想看，最后一次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是什么时候？现在我们只需轻轻点击手机，款项即可在几秒钟内飞速完成转账。这一切的背后是金融科技的强大推动。从个人银行应用到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在股市的应用，金融科技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我们的经济生活。不仅仅是提高了效率，它还在重新定义我们对金钱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但这种快速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金融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文化和经济的革命。让我们以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种影响。想象一个普通家庭通过使用一款智能投资应用，家庭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应用不仅帮助他们优化了投资组合，还实时提供财务建议，使得这个家庭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和应对突发经济需求。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对这款应用过分依赖，他们也面临着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众多国家已经开始采用金融科技来改革传统金融系统。以中国为例，该国极大地推广了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并助力于小型企业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政策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银行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也为中国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政策，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监管市场，防止金融欺诈，同时也提高了公民的金融普及率。然而，这些变化并非没有成本。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监管挑战，尤其是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此外，技术的普及也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因为那些无法获得或使用这些新技术的人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这些问题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如何平衡金融科技带来的便利与其潜在的风险？在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这些技术持续保持警觉，确保它们的发展方向能够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技术精英。通过这个具体的故事和对国家政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科技的双刃剑特性。
接下来，我们将探索个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并确保他们能够从金融科技的发展中受益，同时规避潜在的风险。在金融科技政策正式推行之前，中国的经济格局和金融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点，城市地区的金融服务相对完善，而农村及偏远地区则因基础设施薄弱和服务不足而较为落后。这种不平衡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例如，小型农户和小微企业往往难以获取到传统银行的贷款支持，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和信用历史。针对这一现状，中国政府大力推广金融科技，尤其是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服务，作为缩小这种差距的重要手段。2011年，支付宝推出了余额宝，这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货币市场基金，它允许用户以极低的门槛投资，享受到比传统银行更高的利息回报。余额宝的推出不仅提升了普通人的理财意识，也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开始关注和改进自身的服务模式。此外，微信支付的普及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在农村地区，许多小商贩开始通过微信支付接受款项，这不仅减少了他们对现金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例如，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一位水果摊贩通过微信支付能够及时收款，避免了找零和现金管理上的麻烦，使得他的生意更加高效和安全。政府还积极推动金融科技在正规金融机构中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信贷审批过程中的使用，使得银行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贷款申请者的信用风险。这样的技术应用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普及率，尤其是在服务传统上较为薄弱的区域。通过这些举措，金融科技不仅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便捷性，还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通过实现更广泛的金融包容性，这些政策和技术的实施有效地弥补了城乡、贫富之间的金融服务差异，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Analyze. 金融科技 FinTech 是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和自动化金融服务的领域，它带给社会发展及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利益方面，金融科技极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便捷性。例如，通过移动支付、在线银行和投资平台，普通人可以随时随地处理财务事务，无需亲自前往银行。此外，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和算法，使得信贷、保险等服务能够更加精准地匹配用户需求，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效率。对于偏远地区居民而言，金融科技尤其重要，它使得这些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先进的金融服务。然而，弊端也同样显著。金融科技的普及可能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技术故障或安全漏洞可能导致重大的财务损失。此外，金融科技可能加剧数字鸿沟，技术不熟悉的老年人或低收入群体可能难以从这些新技术中受益。还有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用户的财务和个人信息面临被非法获取和滥用的风险。总体而言，金融科技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确保这些技术的广泛利益，同时有效管理其风险，是推动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